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好，那我们下面聊一下这个绿卡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种绿卡，能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绿卡有哪些种类吗？比较普遍的绿卡的话有 EB1、EB2、EB3 和 EB5。EB1 的话，比较常见的话是 EB1A 和 EB1C。EB1A 的话是有卓越成就的那些杰出人才，然后它是不需要雇主来 sponsor， 是根据个人的成就来给自己办绿卡的一种形式。然后非常少见，因为能有这么卓越的成就，想要移民美国的人还是非常凤毛麟角。EB1C 的话是针对那一些做高管职位，譬如说你在境外的一个公司给别人当高管，然后这境外的公司在美国也有一个分公司或者说相关的一个公司，然后想把你调到美国境内来继续做高管的话，如果说这个美国公司想要给你办绿卡的话，通常是通过 EB1C 这种类型来给你办绿卡。EB1-2 的话，是针对研究生学历。这个研究生学历呢，不仅可以是美国的一个研究生学历，也可以说是在境外任何一个国家取得的研究生学历，然后通过一个评估机构呢，说能够等同于美国的这么一个研究生学历，或者这群人他有一个本科学历加上5年的工作经验，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可以符合 EB1-2 的一个申请标准。关于 EB1-3 主要是针对至少有一个本科学历的这一群人来申请绿卡。EB5 的话，主要是说你如果说有大笔的金钱，然后对于创业投资比较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美国投资。现在的话，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的话，至少需要美金90万才能起步。听上去来讲，就是 EB2 和 EB3 应该是最常见的绿卡移民的方式。那你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从绿卡开始申请到最终拿到绿卡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吗？特别是针对 EB2 和 EB3。可以。关于 EB1 的话和 EB5 的话，它是不需要一个perm 的这么一个步骤，但是 EB2 和 EB3 虽然说它比较普遍，但是它有一个 perm 的这么一个步骤，在你办绿卡之前。perm 的这个步骤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通过雇主在给这位聘请者办绿卡之前呢，是需要通过一个在美国招聘的一个过程来。向美国劳工局证明他在美国招不到这样一个人，才能雇佣这么一个外籍的一个雇员的一个过程。perm 的话，它的起始的第一步呢是需要雇主向劳工局发一个 PWD， 也就是 Prevailing Wage Determination。雇主呢会向劳工局说明要招的这个岗位的job title和他的job description、job requirement， 然后劳工局审核这么一个岗位来决定他的薪资。这么一个步骤呢，大概会要3到6个月的时间。之后 PWD 下来之后呢，就要进入招聘的这么一个阶段。HR 呢会把这么一个岗位到市面上去招聘，大概至少要30天的时间下来。如果说种种原因招不到人，他才可以继续给这么一个外籍雇员办绿卡的一个流程。大概招聘的话，至少30天时间，30天之后还有一个30天的 cooling period， 所以说大概会有至少60天的时间，这么一个招聘时间之后呢，雇主才能给你上交这么一个 perm 跟劳工局。perm 的话，大概就是一个表格，把所有的之前的做的这一些步骤 PWD 和整理招聘的细节和之前的所有的关于job title、job description、job requirement 这些细节的关于岗位的要求都填写在perm 的这个表格上面，然后交给劳工局。劳工局会用3到6个月的时间呢来审核这么一个 perm 表格。如果说一切符合要求的话，他们会把这个 perm 给批下来。但是也有一些案子的话会被抽签抽到会要 audit。audit 的话就是说劳工局需要你雇主来核实一下你的招聘细节方面没有任何的瑕疵。如果说招聘的话有任何的 cheating 行为的话，那你的 perm 也会最终拒绝。
Perm 被批了之后呢，接下来一步就是 I-140。在 Perm 被批后的180天之内呢，雇主需要建立雇主和雇佣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个 I-140呢，大概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也是，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要跟移民局交一个叫 Premium Processing 的一个表格来加快这么一个步骤，它可以在15个工作日之内给你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然后 I-140发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你的 priority date， 对吧？对。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排期的这个起始日期。排期的起始日期呢，是你在 Perm 发的时候的那个日期，就是priority date。但是这个 priority date 呢，一定要在 I-140被 approve 之后才生效。然后 I-140之后，我需要等多久再进入下一步呢？I-140之后呢，如果你是 EB2 和 EB3 的话，现在中国排期的话，大概要4到5年的时间。等你排期排到的话，如果说你人在境内的话，你可以开始I-485，就是说最后的这一步绿卡的一个申请步骤，来完成最终的拿到绿卡。如果说很多小伙伴们想在那个 I-140排期的时候辞职的话，建议在 I-140批准后的180天之后辞职。因为如果说你在 I-140批准的180天之前辞职的话，你是不能保留你之前的 I-140的一个 priority date， 就是说你之前的所有的排期都白排了。如果说你在180天之后辞职的话，如果说能够让你的下个雇主给你另外办 I-140， 你是可以保留之前的一个 priority date， 就是说之前的排期没有白排，你可以继续根据你新雇主的 I-140来完成你的绿卡的这么一个申请。所以当我拿到了 I-140，然后也等了180天之后，当我想转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要转到我现在所在的领域嘛。然后这个领域它是怎么定义的？我是什么样的领域我可以转，什么样的领域我不可以转？对，如果说你要保留这个 priority date， 你一定要转到这个同个领域。然后这个同个领域的话，现在移民局解释比较宽泛，主要是看你之后的新雇主给你发 Perm 的这个 SOC code 是否一样。这个 SOC code 的话，主要是劳工局用来划分各行各业的一个行业区分的一个 code。如果说你前后工作的 code 是在一个类型的话，那它可以被划分为同一个领域的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呢，是看如果说前后2个公司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明显是在同一个领域的话，证明你的工作是同一个领域，或者说你之后的可能说你的 job title变成被 promote 到管理层的话，你不是做之前底层那一些细节的东西。如果你能证明你 supervise 的那些人的工作是你之前的同样的 job duty 的话，那你也是同一个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你之后的工作的话，新工作是包含你之前的 job duty 的话，那它之后的工作也是可被认定为同一个领域的一个工作。那现在还蛮广泛的，比我理解来讲。对。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整个的这个绿卡的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步就是 Perm， 然后 Perm 其中包括这个先决定你的这个工资的一个 range， 然后再来发一个这个招聘的流程，然后这是第一步这个 Perm， 然后 Perm 之后等3到6个月，然后是 I-140， 对吧？然后I-140一旦被 approve 之后，你就可以有了这个 priority date， 但 priority date 这个是在你发 Perm 的那天来决定你的 priority date， 对吧？然后在 I-140之后就进入到排期大概现在如果最普遍的这个 EB2、EB3 要排这个4到5年，然后4到5年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就是最后一步吧，算是 I-485。然后 I-485之后，你就可以拿到绿卡。就是整体来讲，这个过程还算是蛮漫长的，大概整体要6到7年吧。对，加上 I-485最后一步，大概要那么长时间。对，还蛮长的。那么我们下面聊一下，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很多公司可能会有一些 layoff， 或者是这个减薪、减小时数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很关心 layoff 对自己的合法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正在申请绿卡的人，然后我被 layoff 了，我的这个绿卡的程序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主要的话可以分4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说你
在办I-140之后批准了，然后你是在I-140批准后180天之前被 lay off 的话，那你所有的之前的I-140办的手续或者说 perm 的手续都前功尽弃了，因为即使你的I-140被批准了，你没有那个保持你的之前的 priority date， 所以说你也完全没有作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I-140批准180天之后被 lay off 的话，只要你之后还能找到一个同一个领域的雇主，然后愿意帮你办新的I-140的话，你其实还是可以保留这么一个 priority date， 所以说没有太大影响。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你已经进入到那个 I-485最后一阶段，就是说排期排到了最后一阶段，雇主给你办 I-485，然后拿绿卡这么一个阶段了。然后你在这个期间被 lay off 的话，如果说你是在 I-485发后的180天之前已经在 pending 了 I-485，然后你被 lay off 的话，那你的雇主是完全可以收回这个 I-485的一个申请，就说你 I-485这一步全部作废，但是它并不作废的是你的 I-140，你可以继续 transfer 到其他的雇主那边，然后继续他给你办 I-140，然后继续 I-485这么一个漫长的步骤。那时候你不用排期，其实你的优先日是可以保留的，所以说只要雇主给你办完 I-140，你马上可以办 I-485。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在 I-485发后的pending 的时候180天之后你再被 lay off 的话，那时候你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因为那时候的身份的话，你是属于在一个等待 I-485被 approve 的一个身份。只要说你积极的找到工作，如果说在移民局可能给你 RFE， 或者说你在最后 I-485面试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份合法的在美国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 I-485的申请。你之前的雇主是完全对你这个 pending 的 I-485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如果我被 lay off， 我需要就是我知道 H1B 的话，你好像是要在60天之内找到工作。那么如果你在申请绿卡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要在60天之内找到工作？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你 I-485发了 pending 180天之前你被 lay off 的话，这时候其实你 I-485都前功尽弃了，你还是还原到一个 H1B 的身份，你还是需要在60天之内找到一份工作。但是180天 pending 之后的话，你再换身份的话，那时候的话没有这么一个60天之说，只要你尽快找到工作，只要你在移民局给你发 RFE 或者说是你面试的时候有一份合法工作，那你就完全可以得到最终的 I-485的批准。OK，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就是除了这些被 lay off 的人，还有一些人就是单位要求减小时数、减工资。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签证会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影响？只要你雇主还是保留你这个雇员的话，即使他给你扣小时数、扣工资，只要他们给你发这么一个 H1B amendment 的话，劳工局报备，就说你现在的工资变少了，小时数变少了 ，part time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了，你还是可以合法逗留在美国，并不会影响到你 I-140的步骤，因为 I-140申请绿卡，任何的工资要求都是在你拿到绿卡之后才需要去履行的，和你现在的H1B 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好，那么我们最后来聊一下这个婚姻绿卡。就是如果你碰巧在这边遇到了一个美国人，然后你跟他结了婚，那你可以就是通过他这个公民的身份来帮助你非公民来申请美国的绿卡。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婚姻绿卡的具体的步骤和流程？可以。首先我想大概界定一下婚姻绿卡，它是属于亲属移民当中的一种。广泛的说呢，亲属移民说有美公民或者绿卡身份的人，可以给他的直系亲属及他的配偶小孩和他的父母办绿卡。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婚姻绿卡。婚姻绿卡的话，办理流程的话，现在时间的话大概是3到6个月，但是有的时候移民局的受理的案件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长达1年或者1年半。它主要的流程呢，一开始当然是需要你们俩结婚。结婚之后呢，需要开始准备婚姻移民的一些材料，包括移民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出生公证需要在国内办，因为现在国内办出生公证还是比较苛刻，就是说建议你去跟当地的出生公证的公证局打听好，其他的话都比较好办，你的在这边的签证护照都要保持合法，保持有效。然后呢，还在办婚姻绿卡的时候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将你们之间的一个婚姻关系真实性的一些材料
它包括呢朋友啊、家人啊一起的照片，这样能显示你们关系的公开程度。住在一块儿的一些水电费啊，或者说你们一起买房子啊、买车啊、买保险啊，这些共同的财产，或者说你们一起开账户啊、信用卡账单啊，这些都得保留下来，打印出来，一起交上去，会给移民官一个很好的印象。之后的话，你移民面谈的时候会比较轻松。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我这个朋友妍，然后来帮我们解答所有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在这个 comment 下面留言，然后希望你帮忙可以回复一下，如果大家有留言。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去找他或者他的同事来进行解答。然后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